关于我们，黑魂向你讲过了吗？妖神问道。回禀大人，我只是讲述了太古界元兽，其他的不敢讲太多。黑魂道。这9天秘地源于太古，而我们4个从一开始便在这里。妖神对楚风说道。所以4位大人乃太古时期便存在的人物。楚风感到震惊。虽说如今远古种族出现的非常多，早就见怪不怪，可远古存活下来的人物却是少之又少。能自远古存活至今者，无一例外都是手段通天之辈。而现在竟然出现了太古时期的存在，那得活了多少年啊？又有着怎样的手段？这4位的实力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强。你不必紧张，我们也就是年纪大了一些，实力强了一些，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哈哈，妖神哈哈笑道。就在此刻，淡淡的声音映入楚风耳帘。哇，这么大个也喜欢炫耀啊？淡淡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见淡淡苏醒，楚风赶忙关切地问道。你为本女王这么费心，自然不会有事，放心吧，本女王的身体好着呢。你快专心与这大家伙聊聊，看能不能套到太古坟冢的消息。淡淡说道。而那妖神则是再度说道，将你叫过来是知道你要去太古坟冢，但那太古坟冢深不可测，莫说本神，就连拥有3界神眸的灵神也看不透那里。那太古坟冢不是你们现在能够驾驭的地方，你若要去，务必小心。妖神说道。晚辈明白。楚风应下，但又赶忙问道，但前辈，你既是太古存在，对于这太古坟冢未曾听闻过吗？这太古坟冢还真是第一次见，本神也未曾听闻过。妖神道。连太古时期的人物都未曾听闻过吗？楚风心中泛起了嘀咕。神之时代好歹远古时就曾多次出现，哪怕神之时代出现之前，当代修武者对于神之时代的传闻也早就听过。而这太古坟冢则是不同，它就像是一片神秘的海，突然出现，深不见底，一切都是未知。其实今日叫你来，不只是提醒你那太古坟冢凶险，也是想告诉你，能在这里主宰石碑留下名字，你的潜力我与灵神是非常看好的。但有一些事现在告诉你，只会成为你的负担，需要你拥有足够强的实力之后才能告诉你。所以楚风，成长很重要，但能活下去更重要。妖神说道。而楚风也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，日后也许是有一些事是让楚风来做的，只是现在还不行。他们仍在考验楚风，而这个考验就是看楚风能够成长到他们期望的境界。前辈不必担忧，晚辈挺惜命的。不过若是前辈实在担心，又真的看好晚辈，其实也可以赠予晚辈一些保命的手段。晚辈不是迂腐之人，不会倔强的什么事只想靠自己。楚风笑道。要不本神放一只太古界元兽出来，你骑着太古界元兽去那太古坟冢。妖神道。也行。楚风道。行你个大头鬼，太古界元兽连本神的话都不听，还能听你的不成？可可嗨。话到此处，那妖神巨大的身躯竟一阵抽搐，剧烈咳嗽起来。他再度抬头，巨大的眼眸也暗淡了不少。楚风，本神也不是不想帮你，只是镇压这些太古界元兽，本神就已是非常吃力，确实没有余力帮你。你要努力变强啊，不然有朝一日本神镇压不住这些太古界元兽时，为防止这太古界元兽出去祸乱苍生，本神便只能与这太古界元兽同归于尽。那时这9天秘地也将不复存在，你便也无法再用这么便捷的传送阵了。妖神再度说话，声音都虚弱了许多。可淡淡则是不以为然，反而撇了撇嘴，什么鬼？刚刚还说自己很强，这一提到让他给点好处，就又说自己虚弱了。一本女王看他就是不想帮你。再者说了，神之时代的事情解决完，你就进入第9道天河了，在那里这9天秘地也不了了吧？相比于淡淡，楚风则是没有丝毫埋怨，反而道：前辈，您保重身体，修炼方面晚辈从未懈怠。本神相信你能做到。话罢，妖神目光望向头顶虚空。灵神，本神的话说完了，你将这小子带走吧。妖神话音刚落，楚风周遭便一阵变化。下一刻，他回到了主宰之地。灵神与比神还站在原来的位置。然而，当楚风看向灵神，还未来得及开口说话之时，灵神的眼眸展现出奇异的光芒。
下一刻，那缕奇异的光芒竟进入了楚风的双眼之中。楚风内心震撼，他发现自己的双眼变得异常明亮，仿佛可以看穿一切，是完全凌驾于楚风如今这天眼之上的观察手段。记住这个法诀。灵神说话间，便祭出2个法诀，乃是开启与关闭的法诀。楚风赶忙捏动关闭法诀，那强大的观察力才自眼中散去。而楚风已气喘吁吁，且一阵刺痛自双眼传来，他竟有了用眼过度的感觉。楚风赶忙于手掌凝聚阵法，放在双眼之上，以此进行缓解。这是3界神谋的部分力量，它可以增强你的观察力。你如今的修为，本神只能赠予你这么多，若是太多，你将承受不住。相信你已有所感受。灵神说道。确实厉害。楚风叹道。他的眼睛之所以痛，自然就是因为刚刚使用了那3界神谋力量导致。楚风得到关闭法诀，便立刻关闭，也是这个原因。这个手段确实无法长时间的使用，适当使用只会短暂带来负担。控制好这个度，你的身体便不会有太大问题。而你自己的身体情况，你自己最清楚，所以切记，一定不要超出承受范围，否则你会永久失明，谁都无法医治。灵神说道。晚辈明白，有这个手段，去了太古坟冢，也多了一份底气。还是灵神大人好啊。楚风笑道。不用拍我马屁，本神将3界神谋的部分力量借给你，也是因为本神对那太古坟冢有些许好奇。你近距离使用3界神谋，本神也将看得更清楚，仅此而已。灵神道。不管怎么说，灵神大人还是帮助了晚辈。楚风笑道。油嘴滑舌。灵神笑了笑，旋即道：你动身吧，小心一些。话罢，灵神便消失不见。千万小心哦，不然又要很久很久没人来到这里了。比神留下这句话后，也是消失不见。这主宰之地又只剩下楚风一人。见状，楚风则是踏上了前往太古坟冢的道路。虽然9天密地的传送速度很快，可也只是在特有的传送门才能链接。楚风现在只能到距离9天密地最近的世界，可真的想要到达9天密地，还要跨越遥远星空，是需要一些时间的。前辈，这2位您认识吗？进入传送隧道后，楚风对神鹿问道。